好，今天我们就是给这个老板到这里挖一个鱼塘。我们的进行宗旨就是不漏水。这种以前不是鱼塘的农田，直接开下去啊，一般淤泥都不是很深。然后我开始准备挖第一下的时候，老板跟我说，要我压过来压过去，把这个泥巴压紧一点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，只能照老板说的做。所以我就开着挖机在这个田中间开过来开过去，来来回回开了7、8片。后来老板感觉好像这个没得什么用哦，所以叫我别压了。然后他拿了个水管，要我挖一个放水口。但是他以前这里有一个放水口，这个管子高了，然后要把它挖出来。我跟老板说，这种管子不要用挖机去挖，容易把管子挖坏。但是老板他一定要我用挖机挖，我也只能听老板的，照做。反正我跟他说了，挖坏也不关我的事，是不是？是他要我挖的。把放水口挖深一点之后，就让老板到那里拉管子，然后我就到这里搞堤坝了。挖鱼塘我最讨厌的是鱼塘里面有水，老板也是第一次喂鱼啊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把地里面的水放干，然后就这样挖，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我挖机挖泥巴挖不满，每次都是挖半斗半斗。本来3个小时能够挖完的事情，结果就逼成了6个小时。同样大小的鱼塘，有些人呢1000块钱就可以把鱼塘挖好，而有些人的鱼塘就要花2000个大洋才能够把它挖好。挖好了那一边之后，我们就挖这边。挖这边挖着挖着，就那个土有点远，就要转2次了。因为这个鱼塘的面积有点宽，然后老板只要挖这个以前种田的这田泥，这个泥只有10多公分深，然后我就不能挖深了，就只能把表面这一层草皮挖了，然后做堤坝。堤坝老板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多高，反正就是把这个农田挖10多公分下去，把这个土全部做成堤坝，能堆多高就堆多高。放水口老板已经安好水管了，然后我就挖2斗泥巴盖到这水管上面。一般漏水的地方就是这水管，如果这水管没有用这种稀泥巴敷上的话，很容易漏水的。这个以前我出现过很多次。老板听了我的话，放稀泥巴在上面。我说这个要是漏水了，我就重新来免费帮你挖。 Nice。 到这个角这里，老板想把这堤坝改直一点，所以这里就比较宽了，至少有2米多宽，鱼塘整体看上去的效果就漂亮一些，不会那么弯弯曲曲。堆了一定的土之后，我们就把这土压实。这一方因为是上面是别人的土地啊，下面我们这里搞个鱼塘的话，上面那个坡就容易垮坡，所以老板也说挖点土覆一下坡啊，到时候省得别人来找麻烦找啰嗦。然后这边也是的，这边上面的土也是别人的，同样挖点土给它覆个坡。在正中间老板说要挖一个深一点点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给正中间挖深了20公分啊。这个中间的土一次性甩不过，然后我就挖着这些土一斗一斗的甩过去，把这鱼塘中间的土用完。这个有一点拿得算，我挖着挖着呢就少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刚开始堆的这堤坝
堆垮了，老板放了一点灰线，让我挖直一点，然后我把多余的土挖了，用斗背趴一趴，因为这个土太湿了，趴都不能用力趴，只能轻轻的一压。同样的，外面趴了，里面也要趴，里面更加不好趴，稍微用力一点，那个泥巴就又推到那一边去了，到时候就又不美观了。我觉得鱼塘美不美观无所谓呀，那个鱼它一样的长得大。然后这一边呢，老板叫我轻轻的一压就算了，这一边的泥巴也是很稀的。然后这个只有一点点护坡作用啊，就是保证别人的铁坎不塌。接下来把中间稍微扫平一点。老板说怕鱼游来游去撞到脑袋了，要我把中间多扫平一点。然后我就照着老板的意思扫得很平很平，把四周都压了一下，活就干完了。接下来上去是个问题啊，这么稀的泥巴，坡又有一点陡，我把油门开到最大，然后把挖机挖深一点，用斗偷着挖机用力往上爬。沙一还是没让我失望啊，爬上来了，然后再把爬上来的这个缺口搞美观一点。现在大家看一下这鱼塘还是比较漂亮吧，2000马里挖的鱼塘，不知道老板划不划算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挖了一个鱼塘，就是我挖机前面这个鱼塘，邻居看到了他也很羡慕，所以他也叫我来给他挖一个鱼塘。老板的精神是只要保证鱼塘不漏水就行，而我的专业就是保证我挖的鱼塘永远不漏水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块农田要把它改成一个鱼塘，因为这个以前是农田，老板的要求是不要我挖太深，但是一定要我保证堤坝能够省1米深的水。到底要取多少土，就只能根据我的经验而挖多深。对于我这种专业挖鱼塘的人来说，这是相当有经验的。首先我们一边堆堤坝，一边把这个土压紧，每挖一斗土就把这个土用力的趴，反复的趴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堤坝不漏水。像这样的土质夹杂着小草，筑堤坝是最好的原材料。这样做的堤坝只要把土趴紧，既不漏水也不会垮。小草就好比钢筋，土就好比混凝土，即使下暴雨，堤坝也不会垮塌。由于这个田有3方不需要筑堤坝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方堆高围起来就行，所以我们只要重底把这一方趴紧趴严实就可以，把挖机能够挖到的土多往这一方堆。在这里做鱼塘有一个最好的条件就是取水容易，这旁边有一条水沟，水沟里面1年4季水源充足，即使以后这鱼塘漏水，它的水也是留在这水沟里面，到时候老板用抽水泵又可以把水抽回来，很方便。但是我相信经过我这一层一层的压实，反复趴紧，基本上这鱼塘是不会漏水了。大面积的土基本上已经取完，塘底下这些碎土我们就用推土把推到这边上，然后用力的趴紧，防止这边坡漏水。我们先把这边坡从右至左趴成一条直线，趴得漂漂亮亮。下面趴好后，我们就趴上面，把上面这些松土也反复的趴紧。挖这样的鱼塘，我基本上不用老板在旁边给我指挥，
只要交给我一块土地，我就能够给他挖一个不漏水的鱼塘，保证他非常满意。趴完这一方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趴另一边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取的土是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保证老板鱼塘里面能够省1米的水。趴完上面之后，我们就把外面趴一下。外面这个坡由于视线挡住了，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用力的趴。这个外面一定要趴紧，只有把外面趴紧了，这个鱼塘它才不会漏水。外面趴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把这里面也趴一趴。这里的土有一点稀，不能用力趴，我们用斗背轻轻的压一下，压漂亮一点。不到6个小时，这个鱼塘就挖完了。老板还是相当划算的，相信老板到年底的时候有吃不完的鱼。爬上来的这条路是一个大石头，只能用挖斗抓在前方的土里面，拖着挖机上来。爬了一会儿，终于上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非常完美的鱼塘。大家觉得我挖得好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哦。